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老张年过50，由于年轻的时候经常干苦力活，也就落下了肩痛、腰痛的毛病，反反复复的发作。今年10月开始，老张的左肩又开始隐隐作痛。老张猜想可能又是老毛病犯了，便到家附近的理疗馆按摩贴膏药，但是这一次肩痛并没有随着护理慢慢的缓解，反而越来越痛，有时候穿衣服都抬不起手来，特别是在晚上，痛得老张翻来覆去难以入睡，实在太受折磨。老张决定到医院检查一下。骨科医生听完病情的描述，推荐他去做个肩 X 线的检查，然后报告却无任何的异常。之后医生又建议老张再去做个胸部的 CT， 而这一次老张被确诊为肺癌，需要转至肿瘤科。原来老张的肺尖长了个肿瘤，而肺尖部的上方正好是胸腔出口，周边区域有许多的神经，当肺尖部位出现肿瘤并不断的增大，便会压迫到肺尖以及周围部位的胸膜，出现了类似肩周炎、肩背肌肉疼痛的症状。这也是为什么检查肩膀检查不出问题的原因。一、常见的肩膀痛不一定就是肩周炎。慢性的肩关节疼痛目前已经成为继慢性头痛、慢性腰痛之后的第3大疼痛病症。流行病学统计显示，16%到21%的人患有肩痛，几乎每5个人就有1个遭遇过肩痛，这是发病率最高的疼痛之一，同时也是一种长期以来被忽略、存在很多诊疗误区的常见病。很多人一出现肩膀疼痛，就认为是自己是得了肩周炎。实际上，临床病例中因肩周炎引发肩痛的患者反而是属于少数的。肩痛患者中因肩周炎就医的只有 15%。最常见的病因反而是肩袖损伤。肩袖损伤常发于60岁以上老年人身上，指的是肩峰和肩袖撞击造成的疼痛。通常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急性的损伤或者是慢性的劳损带来的，患者无法治愈，必须就医。最明显的症状特征就是肩痛、僵硬、肩膀上举无力等。想要区分自己是肩周炎还是肩袖损伤，可以试着活动肩膀，看看活动受限范围。一般来说，肩周炎患者的肩关节在任何方向的主被动活动均受限，也因此医学上才称作冻结肩。患者的活动极为有限。相对而言，肩袖损伤的患者只是肩关节外展上举，后身受限，会产生疼痛，而朝前可正常上举。同时在辅助下，患者仍然可以完成部分外展和后身的活动。而除了肩周炎、肩袖损伤外，肩峰下撞击综合症、骨性肿瘤如乳腺癌、前列腺癌、肺癌、胰腺癌、肝癌等的癌症疾病也可能会导致肩膀、腰背部的疼痛。若是出现以下类似症状，不要想当然的自我诊断，需要及时到医院检查。2. 医生提醒，肩膀疼痛有2种异样，可能是癌症的预警。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有肩痛的情况发生，虽然通常是一些肩部局部本身问题引发，但有部分人肩痛就是癌症的信号，希望大家重视。一般会有这样的特点： 1. 肩部疼痛。当出现肩痛时，的确让人难以分辨，会容易误以为就是一般的肩周炎、肩袖等的问题，但你需要观察这种疼痛的性质。一般疼痛是逐渐加重的，夜间的疼痛明显重于白天，而且呈持续性的疼痛，不会随着药物或者其他手段的干预而减轻的疼痛，那您就得慎重了。2. 肩痛伴随其他症状同时出现，往往局部肩痛问题不会有太多的伴随症状，但是癌引发的它可能会转移性的，也可能是牵涉性的，所表现出的疼痛区域比较广泛，
往往食欲下降，体重在短期内莫名的下降，夜间干咳等，就不是什么好现象了。往往每一种癌症引发的肩痛都会伴随不同的症状，我们需要了解这些常识去观察，做好积极的就医准备。我们具体来看一看。一、肺癌引发的肩痛，发生在肺间胃部的肿瘤，不论是在哪一侧，约 90% 会引发肩部的疼痛。它容易造成支配肩部和手臂的神经卡压，从而引发肩痛、肩胛骨区域疼痛、手臂疼痛、无力、发麻等的症状。这种症状的产生大多是颈椎不好引发，也不必太紧张。但是倘若还伴随夜间干咳、呼吸急促、胸闷、食欲下降、体重下降等的症状时，就得考虑是不是肺部有问题了。二、肝癌引发的肩痛，爱喝酒的人最容易引发肝炎，但是大家不重视，慢慢发展成为肝硬化、肝癌，特别容易引发右肩部斜方肌上处区域、右肩胛骨内侧缘区域的疼痛。因为肝脏是由第 T7 至 T9 胸神经节段支配，其通过以膈肌的中央部位，可以牵涉疼痛到右肩部、胸椎、肩胛骨上部的区域。当出现这些区域疼痛时，也不必紧张，我们注意观察疼痛是否一直持续的加重，是否有食欲变化、体重变化等。三、胰腺癌引发肩痛，一般胰腺癌的发生多见于腰部疼痛，且疼痛特点是随进食或者喝酒后加重，走路腿伸直也会加重，只有伸直成蜷缩才会舒服些，但是也绝不能忽视它会牵涉到左肩的疼痛，因为胰腺受第 T6 到 T10 胸神经节段的支配，通过以膈肌的中央部位牵涉。二、为啥有的人平时不怎么生病，却突然查出癌症？不少人在查出癌症后都会有这样的疑惑，明明自己身体平时很好，很少会生病，怎么突然就查出癌症了？会不会是误诊了？产生这样的想法一点都不奇怪，变相的也是在说明一点，就是没有定期检查身体的习惯，或者是对自己的身体疏于关心，从而错过了一些身体的信号。癌症不是随便就找上门的，它也是经过一个精挑细选的，更加不是随便一个人就能够晋升的。如果您不给他机会，他想找上您都不是这么容易的事。那些平时不怎么生病却突然查出癌症的人，不代表身体就是良好的。疾病发生时都是需要一个发展过程的，前期大多都比较温和，在此过程中如果不能敏锐一点，则可能会错过癌症给出的信号。再加上癌症本身发展是比较缓慢，或者说发展的比较隐匿，若是没有定期检查身体的习惯，也就可能会让癌症悄然的发展，直到晚期才会爆发出很多问题，但却为时已晚。因此想要早点的揪出疾病，不让问题发展严重，或者说早点的发现癌症，应该坚持定期的做体检，对人体健康是有益的。同时还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。癌症的发生不是一蹴而就的，大多是日积月累形成的伤害，逐渐让癌细胞有了可乘之机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朋友们，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，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